大家好，昨天啊，我们和大家介绍了一篇关于 LK99研究的那么一个射频性的介绍啊。今天啊，我们继续解读一篇发表在《Fundament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上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啊，是由台湾国立中正大学物理系的苏宏德和台北科技大学光电工程系的李博汉共同完成的，主要讨论了据 BCS 理论的 LK99类超导体的量子温度研究啊。首先啊，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LK99事件。2023年7月啊，韩国科学家李世培和金柱勋啊宣称发现了一种室温差压超导体 LK99。那这个声明啊，在科技界和社交媒体上呢引发了轰动啊。那么到了8月中旬啊，科学界普遍认为 LK99呢并非超导体啊。那么从这次所谓失败的研究中啊，我们能学到什么呢？这就是这篇论文主要探讨的核心问题。那么这篇论文首创性的提出了沼泽模型，就 SWAMP Model， 来简化和分析超导体失效和磁化率的这个复杂问题。这个模型啊，听起来是有些特别啊，其实是很巧妙的。在沼泽中呢，物体啊会因为密度大于水而下沉，这个过程啊和超导体中的麦斯纳效应是有相似的数学表达。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说几个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就是 BCS 理论啊，这是解释传统超导体机理的基础理论，它是由巴丁、库珀和施里夫提出的。作者呢是基于前苏联科学家波格留波夫他的研究，通过波格留波夫变换推导出了高温区域的能级方程。第二个呢是二型超导体这类超导体的特点是存在两个临界磁场 HC1 和 HC2。那在这两个临界值之间磁场可以以涡旋的形式部分的穿透超导体，这正是类 LK99材料表现出来的特性。那论文的核心是发现 LK99材料中存在两个重要的温度区间。那第一个区间呢是88K 到136K。那么在这个区间在这个温度范围内的材料呢，表现出比较可靠的高温超导性这个发现得到了东南大学团队110K 实验数据的支持。那第二个重要发现呢是发现272K 的温度障碍论文指出这个障碍与 1.15K 的能系相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LK99类材料难以达到室温超导。这个发现对于未来的超导材料研究还是有比较重要的指导意义的。另外，论文还提出一个创新性的概念，叫量子温度作者通过分析铅铜比例的掺杂效应，发现了温度的量子化现象这种量子化不是随机的，而是遵循波松分布，这就为理解超导体的温度特性提供了新的看法所以，关于材料的改进呢，论文也提出了几个重要的建议。第一个就是调整铅铜的比例，那么在0.9到1.1的范围内优化铅磷灰石的这个配比。第二个呢是引入金原子的改性那这个建议还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最近的研究表明铅锡和金的这个超结构确实表现出了比较强的超导性。另外呢，就是控制铜的掺杂通过发现硫化亚铜杂质会引起抗磁性的影响超导效果。另外呢，论文呢还讨论了从微观机理的角度呢，就是 S 轨道和 D 轨道的电子交换效应，也就是所谓的轨道的近藤效应。这个效应呢，解释了为什么电阻会随温度的变化而降低。所以这个研究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呢，第一个就是澄清了 LK99呢不是室温超导体但它肯定了作为高温超导体研究的这种方向的价值。第二个呢是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将 BCS 理论的扩展到了高温区域。第三个呢是发现了所谓量子温度概念这个可能对未来的超导体研究也能产生一些影响，如果被核实的话另外呢就提出了具体的材料改进方案给后续的研究也指明方向。那最后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虽然 LK99呢目前看起来没有实现室温超导，但是这次所谓失败的这个探索可以说给广大的材料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就像论文作者所说的，在272K的温度障碍而言也许我们需要转换思路并不是一味追求更高的温度，而是更深入的了解量子温度的本质。那这个研究还启示我们呢，
就是科学发展往往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意外中产生啊。虽然 LK99不是室温超导体，但是它激发了科学啊对这个领域的这种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最终的呢可能会带来新的理论突破。这和我们昨天讲的这个LK99的那个社论啊，还是风格还是比较接近的，就是科学研究的真谛啊，在失败的本身啊，它也非常有价值。失败本身呢，它就是进步的阶梯嘛，就像我们说的俗话，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样。那这篇论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啊，就是所谓创新性概念，就是沼泽模型 （Swamp Model） 啊。这个模型啊，一听起来呢，可能很多人出人意料，但实际上呢，它非常巧妙地捕捉到了超导体的本质特征。首先，我们理解为什么要引入沼泽这个比喻啊，在自然界中呢，当物体啊，进入沼泽的时候呢，由于沼泽的密度，它的ρ是大于1克每立方厘米的水的密度，所以呢，物体会产生下沉现象。这个过程啊，可以用数学式啊，就是所谓的这个x 绝对值减1开根号大于1来描述，其中 x 呢是一个平滑连续的变量。那论文作者指出啊，在这个数学表达式中，与二型超导体在磁场中的行为呢是惊人相似的。那在二型超导体中啊，当外加磁场的 H 在第一临界场 Hc 和第二临界场 Hc2之间的时候啊，磁场会以涡旋的形式部分穿透这个超导体。那这种行为啊，在磁化强度 m 和磁场强度 h 的关系图上，恰好也呈现出了类似于沼泽模型刚才说的那个公式它的数学特征。更具体的说呀，沼泽模型呢帮助我们理解了以下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磁通量的穿透机制，就像物体在沼泽中的下沉过程是渐进的，磁场啊在二型超导体中的穿透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第二个呢是能量变化规律，当一阶导数 dx 和 fx 的比小于0的时候啊，系统的能量变化德尔塔 E 也小于0，这就对应于超导体中的抗磁化效应。第三个呢是临界状态啊，模型中的这个临界点啊，对应于超导体的相变温度，这就给理解 LK99类材料的这种超导转变啊，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第四个呢是涡旋态的形成，沼泽模型啊还解释了为什么临界磁场之间呢会形成稳定的涡旋态，这是理解 LK99材料性质的关键。那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沼泽态啊，沼泽模型啊，它可以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类比，它提供了一个数学框架来统一描述啊，就是磁化率的变化、磁通量的这个转变以及超导体的这个形成机制等等。就这个模型的优势呢，它就是大大简化了复杂的这个数学处理过程，同时呢又保留了物理的本质，特别是研究 LK99这样的新材料的时候啊，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识别和理解它的超导特性。那最后啊，我们还要提到的是呢，这个沼泽模型还暗示了一个重要的物理图像，就像沼泽中的物体啊，最终会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是吧？那么超导体啊，在外场作用下，也会寻求能量最小的这个稳定的这个构型，这就给理解高温超导体的稳定性啊提供了一些思路。所以这个模型的提出啊，就体现了物理学中的这种以简驭繁的这种智慧啊，用一个简单的、直观的物理图像呢来描述复杂的量子现象，这不仅是有助于 LK99这种类材料的研究啊，也给我们说以后的新型超导材料啊研究呢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好的，这就是台湾中正大学和台湾科技大学的这篇论文的一个简单的介绍，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